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27章。约瑟夫·鲁莱塔比尔荣耀登场。骚动极其剧烈，可以听到一些女士因身体不适而发出的尖叫声。无人顾及司法的威严，混乱已无法控制。每个人都想一睹约瑟夫·鲁莱塔比尔的风采。庭长高声喊叫着要清场，但没有人听他的。与此同时，鲁莱塔比尔已翻过将他与就座观众隔开的栏杆，用胳膊肘奋力开路，来到他的社长身边，热情地拥抱了他，并从他手中拿走了那封信。他把信塞进口袋，穿过法庭的预留区域，就这样一直走到了证人席。他被人推搡着，也推搡着别人，脸上带着微笑，显得非常高兴。那张红润的圆脸，在他那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大圆眼睛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明亮。他穿着我曾在他启程那天早上见过的那套英国西装，但是，天啊，那衣服现在是什么样子？胳膊上搭着外套，手里拿着旅行帽。我请求您的原谅，庭长先生。他说，横渡大西洋的轮船晚点了，我刚从美国回来。我是约瑟夫·鲁莱塔比尔。我们都笑了起来，每个人都为这个年轻人的到来感到高兴，似乎所有人的心头都卸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确信他真的带来了真相，他将会揭示真相。但是庭长非常愤怒。这么说，您就是约瑟夫·鲁莱塔比尔？庭长反驳道，很好，年轻人，我会让您知道嘲弄司法的下场。依据我的酌情处理权，在法庭审议您的案件期间，您将由司法部门处置。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庭长先生。接受司法部门的处置。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接受司法部门的处置。如果我的入场引起了一些小小的骚动，我向法庭表示歉意。请相信我，庭长先生，没有人比我更尊重法律了，但我已尽我所能尽来了。他笑了，所有人都笑了。把他带走，庭长命令道。这时，亨利·罗伯特律师介入了。他首先为这位年轻人辩解，称他怀着最美好的意愿，并向庭长说明，他们很难在没有一位证人证词的情况下继续审理。这位证人在整个充满谜团的一周里都住在格兰迪耶，尤其是一位声称要证明被告无罪并提供凶手姓名的证人。您要告诉我们凶手的名字吗？庭长问道。他显得很激动，但仍然带着怀疑。我正是为此而来的，庭长先生，鲁莱塔比尔说。法庭里几乎要爆发出掌声，但法警们有力的嘘声恢复了寂静。约瑟夫·鲁莱塔比尔，亨利·罗伯特律师说，并未被正式传唤为证人，但我希望，依据您的酌情处理权，庭长先生会乐于讯问他。好吧，庭长说，我们稍后再讯问他，但让我们先把眼前的事情了结。检察官站了起来。或许更好，这位公诉方的代表提醒道，让这位年轻人立刻告诉我们他所指控的凶手的名字。庭长带着一丝讽刺的保留点了点头。如果检察官先生对约瑟夫·鲁莱塔比尔的陈述给予任何重视，我不认为证人现在就告诉我们凶手的名字有何不妥。法庭里静得可以听见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鲁莱塔比尔沉默不语，同情地看着罗伯特·达尔扎克。这是自辩论开始以来，他第一次露出激动和充满痛苦的表情。好吧，庭长重复道，我们听着。约瑟夫·鲁莱塔比尔先生，我们正在等待凶手的名字。鲁莱塔比尔从容不迫地在他的背心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个硕大的怀表，看了看时间，
说道：“庭长先生，我想我不能在6点半之前告诉您凶手的名字，我们还有足足4个小时的时间呢。”法庭里传来一阵惊讶和不满的低语声，一些律师大声说道：“他是在戏弄我们。”庭长似乎很高兴。亨利·罗伯特律师和安德烈·埃塞律师则显得有些不安。庭长说：“这个玩笑已经开得够久了，先生，您可以退到证人室去，您听候我们的安排。”鲁莱塔比尔抗议道：“我向您保证，庭长先生。”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喊道：“我向您保证，当我对您说出凶手的名字时，您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在6点半之前说出来。以我的名誉担保，以鲁莱塔比尔的名誉担保。但是与此同时，我可以就看林人被杀一事给您一些解释。拉尔桑先生，他曾看见我在格兰迪耶工作，可以告诉您我是如何投入到案件调查中的。尽管我的看法与他相反，例如在达尔扎克先生被捕一事上，但他并不怀疑我的诚意，也不怀疑应该重视我的发现。这些发现常常证实了他的发现。弗雷德里克·拉尔桑说：“庭长先生，听取约瑟夫·鲁莱塔比尔先生的陈述会很有趣，更何况他的看法与我不同。”一阵赞许的低语声迎接了这位警探的话，他像一个优秀的牌手一样接受了挑战。这2位都曾专注于同一个悲剧性问题，并得出了2种不同答案的智者之间的对决，注定会非常有趣。由于庭长沉默不语，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继续说道：“关于凶手刺向看林人心脏的那一刀，我们似乎意见一致。但是，既然我们在逃跑问题上意见不一，那么了解鲁莱塔比尔先生如何解释这一点，想必会很有趣。”显然，我的朋友说，这会很有趣。整个法庭再次爆发出笑声。庭长立刻宣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他将毫不犹豫地履行他先前威胁要清场的诺言。说实话，庭长总结道，我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可笑的。我也不明白，鲁莱塔比尔说。在我面前，有人用手帕捂住嘴，以免笑出声来。来吧，年轻人，庭长说，您已经听到了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先生刚才说的话。依您之见，凶手是如何从庭院的那个角落逃脱的？鲁莱塔比尔看着马蒂厄太太，后者悲伤地向他笑了笑。既然马蒂厄太太，他说，已经好意承认了他对看林人的情谊。这个骚货！马蒂厄爸爸喊道。把马蒂厄爸爸带下去，庭长命令道。他们便带走了马蒂厄爸爸。鲁莱塔比尔继续说道，既然他已经承认了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说，他过去常在夜里与看林人在塔楼的1楼，一个从前曾是祈祷室的房间里，进行频繁的交谈。这些交谈在最近尤其频繁，那时马蒂厄爸爸正因风湿病而卧床不起。即使注射1针吗啡能让马蒂厄爸爸平静下来休息，也让他的妻子在他不得不离开的几个小时里感到安心。马蒂厄太太晚上会裹着一条大黑披肩来到城堡，这条披肩可以掩盖她的身份，使她看起来像一个阴暗的幽灵。有时会惊扰雅克爸爸的夜晚，为了通知他的朋友他的到来，马蒂厄太太会模仿阿热努妈妈圣热内维耶夫从邻镇的一位老巫婆的猫那不祥的叫声。看林人听到后，便会跑下塔楼，去给他的情人打开小门。当塔楼开始修缮时，约会便继续在看林人的旧房间里进行，仍在同一座塔楼内。因为暂时分配给他在城堡右翼尽头的新房间，
与管家和厨娘的房间之间只隔着一道过分单薄的墙壁。马蒂厄太太刚离开身体完全健康的看林人，庭院里就发生了那件事。他们在一起之后，看林人和马蒂厄太太离开了塔楼。庭长先生，我是通过第二天早上进行的足迹检查了解到这些细节的。贝尔尼耶，那个门房，我曾让他带着猎枪在塔楼后面守卫，正如我将允许他亲自向您解释的那样。他无法看见庭院里发生的事情，他直到稍晚一些时候才赶到，是被枪声吸引过来的。他也开了枪，因此我们在庭院的寂静和黑暗中看见了看林人和马蒂厄太太，他们互道晚安。马蒂厄太太走向敞开的栅门，而他则回到他在城堡右翼尽头的小房间。当他到达门口时，几声枪响传来。他感到不安，便折返回去。当他正要绕过城堡右翼的拐角时，一个影子扑向他并击中了他，他死了。他的尸体立刻被一些人抬走了，那些人以为自己抓住了凶手，但他们抬走的只是被害者。与此同时，马蒂厄太太在做什么呢？她被枪声和庭院的骚动吓了一跳，便躲了起来。庭院很宽敞，而且由于靠近栅门，马蒂厄太太本可以不被察觉地溜走，但她没有那么做。她留了下来，看见了尸体被运走，她的心被一种可以理解的焦虑所攫住，并被一种悲剧性的预感所驱使。她来到了城堡的门厅，瞥了一眼雅克爸爸蜡烛照亮的楼梯，他朋友的尸体就躺在那里，他看见了，然后逃走了。他是否引起了雅克爸爸的注意？事实是，他遇到了那个黑色的幽灵，那个已经让他好几个晚上辗转难眠的幽灵。那天晚上，在罪案发生之前，他被上帝的小动物的尖叫声吵醒，并通过窗户看见了那个黑色的幽灵。他匆忙穿好衣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抬着看林人的尸体到达门厅时，他能够衣着完整地出现。因此，那天晚上在庭院里，并且一劳永逸地，他无疑是想近距离地看清那个幽灵的脸。他认出了他。雅克爸爸是马蒂厄太太的老朋友，他一定向他坦白了他的夜间幽会，并恳求他把他从那个如此困难的困境中解救出来。马蒂厄太太，他刚刚目睹了朋友的死亡，一定非常沮丧。雅克爸爸可怜他，陪他穿过橡树林，走出公园，甚至越过池塘的岸边，一直送到埃皮奈的公路。从那里，他只需走几米就能到家了。雅克爸爸回到城堡，为了不泄露马蒂厄太太的秘密，他决定隐瞒那个夜晚发生的这段戏剧性插曲，而那个夜晚本已充满了太多的戏剧性。我无需，鲁莱塔比尔补充道，请求马蒂厄太太和雅克爸爸证实这个说法。我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只会提请拉尔桑先生回忆一下。他现在已经知道我是如何得知这一切的，因为他第二天早上看见我正俯身查看一条双重足迹，在那里我们发现了雅克爸爸和那位女士并肩行走的脚印。说到这里，鲁莱塔比尔转向仍然站在证人席上的马蒂厄太太，向她行了一个殷勤的礼。夫人的脚印，鲁莱塔比尔解释道，与凶手那双雅致鞋子的脚印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马蒂厄太太颤抖了一下，用一种凶狠的好奇目光盯着这位年轻的记者。他敢说什么？他想说什么？夫人的脚对一个女人来说算是偏大了，除了鞋尖部分，那就是凶手的脚。听众席上出现了一些骚动，鲁莱塔比尔做了一个手势，让他们平静下来。说真的，似乎是他掌控着整个法庭的听证。我赶紧补充一句，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警察把他的整个调查体系建立在诸如此类的外部迹象之上，
而不把它置于一个总体的思路之中，那他就会一头栽进司法错误的深渊。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也有着和凶手一样的脚，然而他却不是凶手。又是一阵骚动。庭长问马蒂厄太太：“太太，那天晚上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吗？”“是的，庭长先生。”他回答，“就好像鲁莱塔比尔先生一直跟在我们身后似的。”“那么，您看见凶手逃到右翼的尽头了？”“是的，我也看见。1分钟后，看邻人的尸体被抬走了。”“那么，凶手呢？您当时在那里，您应该看到了一切。”“我什么也没看见，庭长先生。”马蒂厄太太呻吟道，“当时一片漆黑。”“那么，庭长说，就请鲁莱塔比尔先生向我们解释凶手是如何逃脱的吧。”“当然。”后者回答道，语气如此迅速和肯定，以至于庭长忍不住笑了。鲁莱塔比尔继续说道：“凶手不可能从庭院的那个角落逃脱，而不被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他，我们就会碰到他。那是一小块庭院，一个被壕沟和高高的铁栅栏包围的方形区域。凶手要么得从我们身上跳过去，要么我们就得从他身上跳过去。那个方形区域被壕沟、栅栏和我们自己物质上帝封闭了起来，几乎就像在黄色房间里一样严密。那么，既然那人进入了那个方形区域，请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找到他？我已经问了您半个小时同样的问题了。”鲁莱塔比尔再次从背心里掏出怀表，平静地瞥了一眼，说道：“庭长先生，您还可以继续问我3个半小时。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在6点半之前回答您。”这一次，低语声中不再带有敌意或失望，人们开始信任鲁莱塔比尔了。他们信赖他，而且他们被他那种仿佛与朋友约定时间一般给庭长设定时限的姿态逗乐了。庭长在思忖是否应该生气之后，决定像其他人一样被这个年轻人逗乐。鲁莱塔比尔浑身散发着亲和力，庭长也已被感染了。此外，他已经如此清晰地解释了马蒂厄太太在此案中的角色，以及他在那个夜晚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以至于罗库先生不得不认真对待他了。“好吧，鲁莱塔比尔先生，”他说，“您赢了，但我不想在6点半之前再见到您。”鲁莱塔比尔向庭长致意，摇晃着他那颗硕大的脑袋，走向了证人室。他的目光似乎在寻找我，他没有看见我。于是我挤过拥挤的人群，几乎与鲁莱塔比尔同时离开了听证室。这位出色的朋友热情地迎接了我，他很高兴，而且很健谈。他兴高采烈地握着我的手。我对他说：“我不会问您，我亲爱的朋友，您去美国做了什么？您无疑会像对庭长那样回答我，您不能在6点半之前回答我。”“不，亲爱的桑克莱尔，不，亲爱的桑克莱尔，我马上就告诉您我去美国做了什么，因为您是我的朋友。我去寻找凶手另一半的名字了。”“您说什么？您说什么？另一半的名字？”“正是如此。当我们最后一次离开格兰迪耶时，我知道凶手的2半，以及其中1半的名字。我去美国寻找另一半的名字。”就在这时，我们进入了证人室，所有人都以极大的热情向鲁莱塔比尔围拢过来。这位记者非常友善，除了对亚瑟兰斯，他以一种明显的冷淡向他打了个招呼。弗雷德里克·拉尔桑随后进入房间，鲁莱塔比尔走向他，给了他一个那种他独有的、能把人指骨捏碎的痛苦握手。为了向他表示如此的同情，鲁莱塔比尔一定非常确信自己已经胜过了他。拉尔桑面带微笑，
充满自信，反过来问他去美国做了什么。然后，鲁莱塔比尔非常友善地挽着他的胳膊，向他讲述了旅途中的10个趣闻轶事。在某个时刻，他们走开了，谈论着更严肃的事情。出于谨慎，我没有打扰他们。此外，我非常好奇地想回到听证室，那里对证人的讯问仍在继续。我回到我的座位，很快就发现公众对当时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只给予了相对的关注，并且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6点半的到来。6点半到了，约瑟夫·鲁莱塔比尔被再次传唤作证。人群用眼睛追随着他走到证人席上，那种激动的情绪是无法形容的。没有人呼吸。罗伯特·达尔扎克在他的被告席上站了起来，他脸色苍白如死人。庭长严肃地说：“我不会让您宣誓，您没有被正式传唤，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向您解释您将在这里说出的话的全部重要性。”他补充道，几乎是带着威胁的口吻：“那些话的全部重要性，如果不是对您而言，那么就是对其他人而言。”鲁莱塔比尔专心致志地看着他，但丝毫没有表现出激动的情绪。“是的，先生。”他说。“让我们看看。”庭长说，“我们刚才谈到了庭院的那个角落，那个角落成了凶手的避难所。您答应我们在6点半告诉我们凶手是如何从那里逃脱的，以及凶手是如何从那里逃脱的，以及凶手的名字。现在是6点35分了，鲁莱塔比尔先生，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我们开始吧，先生。”我的朋友在一片庄严肃穆的寂静中开口了。“我记得我从未见过如此的寂静。我已经告诉过您，庭院的那个尽头是封闭的，凶手不可能在没有被搜寻他的人察觉的情况下从那里逃脱。这是确切的事实。当我们站在那里，在庭院尽头的那个方形区域里时，凶手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你们没有看见他，这正是控方所声称的。”“我们都看见他了，庭长先生。”鲁莱塔比尔喊道。“你们没有逮捕他。只有我知道他是凶手，而且我需要凶手不被立即逮捕。此外，当时我除了理性之外，没有任何证据。”“是的，只有理性向我证明凶手在那里，而且我们正看着他。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得以在今天在这个法庭上提供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我保证他会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说吧，先生，说吧，告诉我们凶手的名字。”庭长催促道。“您会在那些曾身处庭院尽头的人的名字中找到他。”鲁莱塔比尔回答，他似乎一点也不着急。法庭里的人们开始变得不耐烦了。“名字，名字！”他们低声议论着。鲁莱塔比尔用一种值得一记耳光的语气说道：“庭长先生，如果我拖延我的陈述，那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名字，名字！”人群重复道。“安静！”一名法警尖叫道。庭长说：“您必须立刻告诉我们名字。当时在庭院尽头的人有死去的看林人，他是凶手吗？”“不，先生。”“雅克爸爸？”“不，先生。”“贝尔尼耶，那个门房？”“布于凯先生。”“桑克莱尔先生？”“不，先生。”“那么，亚瑟·威廉·兰斯先生？”“只剩下亚瑟·威廉·兰斯先生和您了。您不是凶手，对吗？”“不，先生。”“那么，您是指控亚瑟·兰斯先生吗？”“不，先生。”“我不明白了，您到底想说什么？庭院的尽头没有其他人了。”“是的，先生，庭院的尽头没有人，下面也没有人，
但上面有人，有人正从那扇朝向庭院尽头的窗户向外探望。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庭长喊道。弗雷德里克·拉尔桑，鲁莱塔·比尔用响亮的声音回答道，并且转向已经表示抗议的公众。他用一种我先前不曾相信他拥有的力量，向他们抛出了这些话：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是凶手。一阵喧哗声充满了整个法庭，那声音表达了惊奇、错愕、愤怒、难以置信，以及在某些人心中对那个敢于提出如此大胆指控的年轻人的狂热。庭长甚至没有试图平息他。当他在那些想了解更多案情的人们有力的嘘声中自行减弱时，人们清楚地听到罗伯特·达尔扎克瘫倒在长凳上，说道：“这不可能，他疯了。”庭长，您竟敢指控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看看如此指控的后果，连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都说您疯了。如果您没有疯，您必定有证据。证据，先生，您想要证据？鲁莱塔·比尔尖锐的声音说道。啊，我要给您一个证据，让他们把弗雷德里克·拉尔桑传来。庭长，法警，传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法警跑到门口，打开门，然后消失了。门一直开着，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那扇门上。法警再次出现，他走到法庭中央，说道：“庭长先生，弗雷德里克·拉尔桑不在那里，他大约4点钟就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鲁莱塔·比尔得意洋洋地喊道：“这就是我的证据。”解释一下，什么证据？庭长问道。您难道没有看见？这位年轻的记者说，拉尔桑的逃跑便是我无可辩驳的证据吗？我向您发誓，他不会回来了，请相信我，您不会再见到弗雷德里克·拉尔桑了。法庭后方传来阵阵议论声。如果您不是在戏弄法庭，为什么不在拉尔桑和您同在证人席上时当面指控他呢？至少他可以回答。您想要一个比这更完整的回答吗，庭长先生？他不回答我，他永远也不会回答我。我指控拉尔桑是凶手，而他逃跑了。您认为这不是一个回答吗？我们不能相信，我们不相信拉尔桑。正如您所说，已经逃跑了。他为什么要逃跑？他并不知道您要指控他。他知道，先生，因为我刚才亲口告诉过他。您做了那件事，您认为拉尔桑是凶手，却还向他提供逃跑的途径。是的，庭长先生，我做了那件事。鲁莱塔·比尔自豪地回答，我并非司法人员，我并非警察，我只是一名卑微的记者，我的职责并非逮捕人，我以我自己的方式为真理服务，那是我的事。你们尽你们所能维护社会秩序，那是你们的事，但我绝不会把任何人的头颅交到刽子手手中。如果您是公正的，庭长先生，而且我知道您是，您会明白我是有道理的。我刚才不是对您说过，您会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在6点半之前说出凶手的名字吗？我计算过，那是警告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并让他有足够时间乘坐4点17分前往巴黎的火车所需的时间。在那里，他自然知道如何脱身。1个小时到达巴黎，1个小时15分钟来消除他所有行踪的痕迹。这就到了6点半。我向您保证，您找不到弗雷德里克·拉尔桑。鲁莱塔·比尔宣称，目光紧盯着罗伯特·达尔扎克。他非常聪明，他是一个一直在逃避你们追捕的人，而且你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徒劳地追捕他。如果他不像我这么聪明，鲁莱塔·比尔补充道，开怀大笑，而且是独自大笑，因为没有其他人想笑。他比地球上所有的警察都聪明。那个人
4年前潜入治安总署，并以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的名字而闻名。他也以另一个您非常熟悉的名字而闻名。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庭长先生就是鲍尔麦耶。鲍尔麦耶！庭长喊道。鲍尔麦耶！罗伯特·达尔扎克跳起来惊呼道：“鲍尔麦耶，原来是真的！啊，达尔扎克先生，现在您不认为我疯了吧？鲍尔麦耶，鲍尔麦耶，鲍尔麦耶！”法庭里只回荡着这个名字。庭长再次休庭。想象一下，这次新的休庭是多么令人激动！公众有事可做了。鲍尔麦耶，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是个非凡之辈。鲍尔麦耶，但是几周前不是有他去世的传言吗？这么说，鲍尔麦耶逃脱了死亡，就像他一生都在逃脱警察的追捕一样。我需要在这里回顾鲍尔麦耶的丰功伟绩吗？20年来，他们一直是司法编年史和犯罪新闻版的素材。如果我的一些读者可能已经忘记了黄色房间案，鲍尔麦耶的名字肯定没有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鲍尔麦耶是上流社会骗子的完美典型，没有比他更绅士的绅士，没有比他更高明的手法家，没有比他更大胆和可怕的恶棍。他出入于最高等的社交圈，是最高雅俱乐部的常客。他以一种前无古人的精湛技艺窃取了家族的荣誉和银行的钱财。在某些棘手的场合，他毫不犹豫地使用匕首或羊骨。此外，他从不犹豫，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他。有一次落入法网，却在审判当天早上，向押送他去法庭的警卫眼睛里撒胡椒粉，而成功逃脱。后来人们得知，在他逃跑的那天，当治安总署最精锐的警犬紧追不舍时，他却从容不迫地，未施任何伪装，出席了法兰西喜剧院的一场首演。他随即离开法国，前往美国发展。直到有一天，俄亥俄州的警察终于抓住了这个非凡的匪徒，但第二天他又再次逃脱了。鲍尔麦耶，要在这里谈论鲍尔麦耶，恐怕需要一整本书的篇幅。而这个人竟然变成了弗雷德里克·拉尔桑，而鲁莱塔比尔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然发现了他，而这个同样了解鲍尔麦耶过去的年轻人，竟然又一次让他得以戏弄社会，为他提供了逃脱的途径。至于这最后一点，我不得不钦佩鲁莱塔比尔，因为我知道他的目的是彻底为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和斯坦格森小姐服务，让他们摆脱那个匪徒，同时不让他开口说话。我们还没从如此巨大的启示中回过神来，我已经听到那些最不耐烦的人在喊叫。但是，即使承认凶手是弗雷德里克·拉尔桑，这也不能解释他是如何走出黄色房间的。这时，听证会复庭了。鲁莱塔比尔立即被传唤到证人席，他的讯问，因为那更像是一场讯问而非陈述，继续进行。庭长，您不久前告诉我们，不可能从庭院的那个尽头逃脱。我同意您的看法。我想同意。既然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当时正从你们上方的窗户探出身子，那么他仍然在庭院的那个尽头之内。但是，为了到达窗户边，他必须先离开庭院的那个尽头。这么说，他还是逃跑了。那么他是怎么逃跑的？鲁莱塔比尔，我已经说过，他不可能正常逃脱，因此他是非正常的逃脱了。我已经说过，庭院的那个尽头只是几乎封闭，而黄色房间则是完全封闭的，可以爬上墙壁，这在黄色房间里是不可能的。跳到露台上，然后从那里，当我们正俯身查看守卫的尸体时，从我们正上方的窗户进入画廊。拉尔桑只需迈出一步就能进入他的房间，打开窗户，然后从那里和我们说话。对于像鲍尔麦耶这样身手矫健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庭长先生，这就是我所说的话的证据。说到这里，鲁莱塔比尔从他的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个包裹，打开它，从中取出一个大铁钩。拿着，庭长先生，这是一个大铁钩，它与支撑悬挑露台的右侧横梁上至今仍在的一个洞完美契合。拉尔桑，他预料到了一切，并且考虑了他房间周围所有可能的逃生路线。当一个人玩他那种游戏时，这是必要的。事先已将这个大铁钩钉在了支撑横梁上，一只脚踩在城堡突出部分的护脚石上，另一只脚踩在大铁钩上，一只手抓住看邻人房门的门饰，另一只手抓住露台边缘。弗雷德里克·拉尔桑便消失在空中了，更何况他腿脚非常灵活，而且那天晚上并没有像他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被任何麻醉剂麻醉。我们和他一起吃了晚饭，庭长先生，在吃到甜点时，他给我们演了一出昏昏欲睡的戏，因为他也需要表现出睡着的样子，这样第二天就不会有人奇怪我。约瑟夫·鲁莱塔比尔在和拉尔桑一起吃晚饭时，竟成了麻醉剂的受害者。从我们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那一刻起，怀疑就不会落在他身上，而是会迷失在其他歧途上。庭长先生，我确实被拉尔桑彻底麻醉了，而且是以何等方式！如果我没有处于那种可悲的状态，拉尔桑那天晚上就永远不会进入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不幸也就不会发生了。听到一声呻吟，是达尔扎克先生，他无法抑制他痛苦的抱怨。正如您所能理解的，鲁莱塔比尔继续说道，睡在他旁边的我，那天晚上特别爱了拉尔桑的事，因为他知道，或者至少可以预见到那天晚上我会守夜。当然，他不可能相信哪怕1秒钟我会怀疑他，但他可能会在我离开他的房间，前往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时发现我。那天晚上，为了进入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他等到我睡着了，而我的朋友桑克莱尔正试图叫醒我。10分钟后，便听到了斯坦格森小姐的尖叫声。您是如何开始怀疑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的？庭长问道。我理性的正确一面早已向我指明了这一点，庭长先生，而且我也在监视他，但他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我没能预见到麻醉剂的突袭。是的，我理性的正确一面早已向我揭示了这一点，但我需要一个确凿的证据，可以说就是在我用理性看见他之后，再用我的眼睛亲眼看见他。您所说的您理性的正确一面是什么意思？庭长先生，理性有2面，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而只有一面是可以稳固依靠的，那就是好的一面。人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识别它：无论您做什么，无论您说什么，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这一面产生裂痕。在无法解释的走廊事件发生的第2天，当我像那些不知道如何运用理性的最可悲的人一样，当我俯身在地面上查看那些骗人的表面的痕迹时，我突然站了起来，依靠我理性的正确一面，然后走上了走廊。在那里，我意识到我们那次追捕的凶手既不可能正常地，也不可能非正常地离开走廊。于是，凭借我理性的正确一面，我画了一个圆圈，将问题圈进其中，并在脑海中围绕着这个圆圈标上了这些闪光的字母。既然凶手不可能在圆圈之外，那么他必定在圆圈之内。我在那个圆圈里看见了什么？我理性的正确一面告诉我，除了必然身处其中的凶手之外，还有雅克爸爸、斯坦格森先生、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和我自己。这样算来，连同凶手，应该有5个人。然而，当我在圆圈里，或者，如果您愿意，物质地说，在走廊里寻找时，
却只找到了4个人，已经证明第5个人不可能逃脱，不可能离开那个圆圈。因此，在圆圈之内，我有一个身兼2角的人物，也就是说，除了他自身的角色之外，他还扮演着凶手的角色。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很简单，因为角色的双重性现象没有在我眼前发生过。在被圈禁的4个人物中，凶手可能与谁和2为1而未被我察觉呢？当然，不可能是那些我曾一度看见与凶手分离的人。因此，我在走廊里同时看见了斯坦格森先生和凶手，雅克爸爸和凶手，我自己和凶手。所以，凶手既不可能是斯坦格森先生，也不可能是雅克爸爸，更不可能是区区在下我。而且，如果我是凶手，我自己会很清楚，不是吗，庭长先生？但是，我是否同时看见了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和凶手呢？没有。有2秒钟的时间，我失去了凶手的踪影，因为正如我已在文件中记录的那样，他比斯坦格森先生、雅克爸爸和我早2秒钟到达了2条走廊的交叉口。这2秒钟足以让拉尔桑冲进横向走廊，迅速摘下他的假胡子，转过身来，像追捕凶手一样与我们相撞。鲍尔麦耶以前也玩过很多类似的把戏，想想看，对他来说，化妆成那样简直是小菜一碟。他一会儿带着红胡子出现在斯坦格森小姐面前，一会儿又扮成一个留着棕色络腮胡的邮局职员，让他看起来像达尔扎克先生。他发誓要让达尔扎克先生身败名裂。是的，我理性的正确一面使我逐渐接近这2个角色，或者更确切地说，接近这2个我未能同时看清的属于同一个人的2半。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和我正在追捕的那个陌生人，以便将他还原为我正在寻找的那个神秘而可怕的存在——凶手。这个发现使我心烦意乱。我试图通过处理一些表面的痕迹、脚印，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误导我的外部迹象来控制自己，而这些通常都应该被纳入我理性正确一面所划定的圆圈针之内。首先，那天晚上，哪些主要的外部迹象使我排除了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是凶手的想法？1. 我曾在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里看见那个陌生人，而当我跑到拉尔桑的房间时，却发现他半睡半醒。2. 梯子。3. 我曾把拉尔桑安置在横向走廊的尽头，告诉他我将进入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试图抓捕凶手，而当我回到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时，却又在那里看见了那个陌生人。第一个迹象并没有让我担心，很可能当我从梯子上下来，在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里看见那个陌生人之后，他已经完成了他去那里要做的事情。然后，当我回到城堡时，他进入了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的房间，眨眼间脱光了衣服。当我敲他的门时，他露出了一个睡得很沉的弗雷德里克·拉尔桑的脸。第二个迹象，梯子，也没有让我担心。很明显，如果凶手是拉尔桑，他就不需要梯子进入城堡，因为拉尔桑就睡在我旁边。但是梯子必须让人相信凶手是从外面来的，这对于拉尔桑的计划是必要的，因为那天晚上达尔扎克先生不在城堡里。最后，梯子无论如何都可以方便他的逃脱。但是第三个迹象完全让我迷失了方向。我已经把拉尔桑安置在横向走廊的尽头，我无法解释他怎么会利用我去城堡左翼寻找斯坦格森先生和雅克爸爸的机会，再次回到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他冒着被抓住的风险，他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他差点被抓住，因为他没有时间回到他的岗位，正如他肯定希望的那样。他必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回到房间，这个理由是在我离开后突然出现的。
否则他就不会把他的左轮手枪借给我。就我而言，当我在直廊尽头安排雅克爸爸时，我自然以为拉尔桑仍然在横廊尽头的岗位上，而雅克爸爸，我并没有向他透露细节。当他走向自己的岗位时，经过2条走廊的交叉口时，并没有查看拉尔桑是否在他的岗位上。雅克爸爸当时一心只想执行我的命令。究竟是什么突如其来的原因，促使他第2次进入那个房间？会是什么呢？我想那只能是一个明显的痕迹，一个清晰的脚印，暴露了他曾到过那里。他把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忘在了房间里。是什么？他找到了吗？我想起了地板上的蜡烛和那个蹲着的人。我请求贝尔尼耶太太，她负责整理房间，帮忙寻找。她找到了一副加比眼镜，就是这副加比眼镜，庭长先生。鲁莱塔比尔从他的包裹里拿出了我们已经熟悉的那副加比眼镜。当我看见这副加比眼镜时，我简直是印象深刻。我从未见过拉尔桑戴加比眼镜，如果他不戴，那就说明他不需要，而且在行动自由如此宝贵的时刻，他更不需要了。这副加比眼镜意味着什么？它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除非是老花镜。我突然喊道：的确，我从未见过拉尔桑写字，也从未见过他看书，所以他可能是老花眼。治安总署肯定知道他是老花眼，如果是的话，他们无疑也认得他的加比眼镜。在无法解释的走廊之谜发生后，在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里找到老花眼拉尔桑的加比眼镜，这对拉尔桑来说太可怕了。这就是拉尔桑返回房间的原因。事实上，拉尔桑鲍尔麦耶患有老花眼，而这副加比眼镜，治安总署或许会认出来，正是他的。您看，先生，这就是我的体系，鲁莱塔比尔继续说道。我从不要求那些痕迹，那些外部迹象来告诉我真相，我仅仅要求他们不要与我理性正确一面所指明的真相相悖。为了完全确定关于拉尔桑的真相，因为凶手拉尔桑是一个值得用某种保证来加以确认的特例，我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想亲眼看看他的脸。为此我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我相信我理性的正确一面报复了我，因为在无法解释的走廊事件之后，我没有坚定地、明确地、完全信任地依靠他，而是轻视了拉尔桑有罪的其他证据，只因为他们与我理性的推断不同。正因如此，斯坦格森小姐才再次受伤。鲁莱塔比尔停了下来，擤了擤鼻子，他情绪非常激动。但是拉尔桑在那个房间里做什么？庭长问道。他为什么2次试图谋杀斯坦格森小姐？因为他爱慕她，庭长先生。这显然是一个理由。是的，先生，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他疯狂地爱着她，正因如此，也因为许多其他原因，他能够犯下所有罪行。斯坦格森小姐知道吗？是的，先生，但很明显，她并不知道那个如此纠缠她的人就是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否则她就不可能在城堡里安顿下来，也不可能在无法解释的走廊那个夜晚，在发生那样的事情之后，还和我们一起进入斯坦格森小姐所在的房间。此外，我已经指出，她始终躲在暗处，并且总是低着头，她的眼睛想必一直在寻找那副丢失的加比眼镜。斯坦格森小姐必定是在拉尔桑以我们所不知的某个名字和伪装下，遭受了他的纠缠和攻击，但他可能知道那个名字和伪装。那么您呢，达尔扎克先生？庭长问道。您或许在这方面收到了斯坦格森小姐的密稿。斯坦格森小姐怎么会没有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呢？她本可以将司法部门引向凶手的踪迹，而且如果您是无辜的，
他本可以避免您遭受被指控的痛苦。斯坦格森小姐什么也没告诉我，达尔扎克先生回答。您觉得这个年轻人说的话可能吗？庭长再次问道。罗伯特·达尔扎克不动声色地回答：斯坦格森小姐什么也没告诉我。您如何解释？庭长继续说道，转向鲁莱塔比尔。再看邻人被谋杀的那个晚上，凶手归还了斯坦格森先生被盗的文件。您又如何解释凶手潜入了斯坦格森小姐所着的房间？哦，至于这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很容易回答。像拉尔桑·鲍尔麦耶这样的人，想必能轻易弄到，或者让人仿制出他所需要的钥匙。至于文件的盗窃，我想拉尔桑起初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监视着斯坦格森小姐的一举一动，完全决心阻止她与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结婚。有一天，他跟踪她和达尔扎克先生到了卢浮宫百货公司，并偷走了斯坦格森小姐的手提包。手提包里有一把铜头钥匙，他并不知道那把钥匙的重要性。斯坦格森小姐在报纸上刊登的寻物启事才向他揭示了这一点。他按照启事的要求写信给斯坦格森小姐的带领邮件处，他无疑是要求约见，并让他知道持有手提包和钥匙的人正是那个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以爱慕之名纠缠他的同一个人。他没有收到回信，他亲自去40号邮局确认那封信是否还在，并且是乔装打扮成达尔扎克先生的模样去的，因为他已下定决心不择手段得到斯坦格森小姐，所以他已做好一切准备，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让斯坦格森小姐深爱的，他自己则憎恨厌恶，并希望其毁灭的达尔扎克先生来承担罪名。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但我认为拉尔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逼到谋杀的地步。无论如何，他已采取预防措施，以便在达尔扎克的伪装下牵连斯坦格森小姐。此外，拉尔桑的身材与达尔扎克大致相当，脚的大小也几乎一样。如果需要，他要描摹达尔扎克先生的脚印，并定制他常穿的那种鞋子，并非难事。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儿科的把戏。于是，他的信没有回音，约会也没有着落，而他口袋里还揣着那把珍贵的铜头钥匙。好吧，既然斯坦格森小姐不来找他，他就去找她。他的计划早已酝酿多时，他已对格兰迪耶和那座亭子了如指掌。一天下午，当斯坦格森先生和斯坦格森小姐刚出去散步，连雅克爸爸也离开了之后，他从门厅的窗户溜进了亭子。他独自一人，时间充裕。他打量着家具，其中一件非常奇特，像个保险箱，上面有一个小锁。哦，这引起了他的兴趣。由于他身上带着那把铜钥匙，他想到了他联想。他试着用钥匙去开锁，门开了。文件，这些文件一定非常贵重，才会锁在如此特别的家具里，才会对打开这件家具的钥匙如此在意。嘿，这东西总能派上用场，用来敲诈勒索一下，或许能助他实现他的爱情计划。他迅速把那些废纸打成一个包裹，然后把它存放在门厅的服务间里。在亭子探险和看邻人被杀的那个夜晚之间，拉尔桑有时间查看那些文件是什么。他会怎么处理它们呢？他们相当棘手。那天晚上，他又把他们带回了城堡。或许他期望从斯坦格森小姐那里得到某种感激，以换取这些代表了20年辛勤工作的文件。在那样一个头脑里，一切皆有可能。总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又把那些文件带回来了，那可真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鲁莱塔比尔咳嗽了一声，我明白了那声咳嗽的含义。在解释到这一点时，
他显然陷入了困境，因为他决心不透露拉尔桑对斯坦格森小姐采取那种可怕态度的真正动机。他的推理过于不完整，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而廷常如果不是因为鲁莱塔比尔狡猾如猴，突然喊道，肯定会向他指出这一点。冒号。现在我们来解释黄色房间之谜。法庭里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轻轻的推搡声，以及有力的嘘声。好奇心已达到了顶点。但是，鲁莱塔比尔先生，廷常说，在我看来，根据您的假设，黄色房间之谜已经澄清了。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本人已经向我们解释过了，他只是在角色上欺骗了我们，把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放在了他自己的位置上。很明显，黄色房间的门是在斯坦格森先生独自一人时打开的，而教授让那个从他女儿房间里出来的男人通过了，没有阻止他，或许甚至是应他女儿的要求，以避免一场可怕的丑闻。不，庭长先生，年轻人用力抗议道，您忘了斯坦格森小姐当时已奄奄一息，不可能提出任何请求，也不可能重新锁上门或插上门栓。您忘了斯坦格森先生曾以他垂死的女儿发誓，那扇门没有打开过。然而，这是唯一能解释事情的方式。黄色房间确实像保险箱一样被锁着，凶手不可能正常或非正常的逃脱。用您自己的话说，当他们进入房间时，没有找到他，然而他必定是出去了。您错了，庭长先生。此话怎讲？他根本不必出去，因为他当时并不在里面。法庭里响起一片议论声。怎么会不在那里？显然不。如果他不可能在那里，那他就不在那里。庭长先生必须始终依靠理性的正确一面。那他留下的所有痕迹又怎么说？庭长抗议道。那是，庭长先生，理性的错误一面。正确的一面告诉我们如下：从斯坦格森小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那一刻起，到他们撞开门那一刻止，凶手不可能从房间里逃脱。而且，如果在那里没有找到他，那就意味着从门关上到门被撞开的那段时间里，凶手根本不在房间里。那些痕迹呢？啊，庭长先生，又是那些痕迹，那些表面的迹象，那些表面的迹象，正是因为他们，才发生了那么多的司法错误，因为他们让我们相信，他们想让我们相信的东西。我再说一遍，不能用它们来进行推理，必须先推理，然后再看那些表面的迹象是否能纳入我们推理的圆圈。我有一个更狭窄、更无可辩驳的真理圆圈。凶手不在黄色房间里，为什么人们会相信他在那里呢？就因为他留下的痕迹，但他可能是在之前经过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必定是在之前经过的。理性告诉我，他必定是在之前经过的。让我们检查一下那些痕迹，以及我们对案件的了解，看看那些痕迹是否与他在之前，在斯坦格森小姐在他父亲和雅克爸爸面前把自己锁进房间之前，经过那里相矛盾。在晨报的文章发表后，以及我在从巴黎到埃皮奈奥尔日的途中与预审法官进行了一次谈话之后，在我看来，已经证明黄色房间是密闭的，因此，凶手是在斯坦格森小姐午夜12点进入房间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外部的迹象当时似乎与我的理性严重相悖。斯坦格森小姐并没有自己袭击自己，那些痕迹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凶手必定是之前来过的。但是，斯坦格森小姐怎么会在之后，或者更确切地说，似乎是在之后才受到袭击的呢？很自然，我必须把案件重构成两个阶段。
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彼此之间隔了几个小时。第一个阶段期间确实有人企图谋杀斯坦格森小姐，而他隐瞒了这次企图。第二个阶段期间，由于他做了一个噩梦，实验室里的人们以为他正在被谋杀。那时我还没有进入黄色房间。斯坦格森小姐受了什么伤？有勒痕和一个额头上的重击。勒痕并不让我担心，它们可能是在之前造成的，而斯坦格森小姐用围巾或其他东西掩盖了它们。因为从我确定必须将案件分为两个阶段的那一刻起，我就被迫对自己说，斯坦格森小姐隐瞒了第一阶段的所有事件。她无疑有足够强大的理由这样做，因为她没有告诉她的父亲任何事情，并且自然而然地不得不向预审法官讲述凶手的袭击。她无法否认凶手的经过，就好像袭击发生在晚上，在第二阶段一样。她被迫这样做，因为她的父亲会问她：“你一直向我们隐瞒了什么？你这样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掩盖了那人掐在他脖子上的手印，但是额头上那个可怕的伤口，这个我可就想不通了。尤其是在我知道房间里发现了一根羊骨头凶器之后，他不可能掩盖自己险些丧命的事实。然而似乎很明显，那个伤口必定是在第一阶段造成的，因为那需要凶手在场。我曾想象那个伤口远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重，这一点我错了，并且认为斯坦格森小姐用那种两侧垂发遮住太阳穴的发型掩盖了额头上的发型，掩盖了额头上的伤口。至于墙上那只被斯坦格森小姐的左轮手枪打伤的凶手的手印，那个印记显然是在之前留下的，而凶手也必定是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说，当他还在那里的时候受伤的。所有凶手经过的痕迹，自然也都是在第一阶段留下的。羊骨头、黑色的脚印、贝雷帽、手帕、墙上、门上和地板上的血迹，很明显，如果那些痕迹还在那里，那是因为斯坦格森小姐，她希望什么都别让人知道，并且也为此采取了行动，还没有时间把它们清除掉。这使我推断案件的第一阶段发生的时间非常接近第二阶段。如果在第一阶段之后，也就是说，在凶手逃跑之后，在他迅速回到实验室，他父亲发现他正在工作之后，他能够再进房间片刻，他至少会立刻把地上的羊骨头、贝雷帽和手帕处理掉。但是由于他父亲一刻也没有离开他，他便没有尝试。因此，在第一阶段之后，他直到12点才再次进入房间。10点钟有人进去了，是雅克爸爸。他像每晚一样，关上百叶窗，点亮灯。斯坦格森小姐在实验室的桌旁沮丧万分，假装工作。她无意忘记了雅克爸爸会进入她的房间，于是她才冲动地请求雅克爸爸不要费心，不要进入房间。这在晨报的文章里写得清清楚楚。尽管如此，雅克爸爸还是进去了，并且什么也没察觉到。黄色房间就是那么暗。斯坦格森小姐当时一定度过了可怕的2分钟。无论如何，我相信她并不知道她的房间里有那么多凶手经过的痕迹。毫无疑问，在第一阶段之后，她除了掩盖那人掐在她脖子上的指印和离开房间之外，根本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如果他知道那根骨头、那顶贝雷帽和那块手帕都掉在木地板上，他也会在12点进入房间时把它们捡起来。他没有看见他们，在灯光昏暗的情况下脱了衣服。他上床睡觉了，因太多的情绪和恐惧而心力交瘁。那种恐惧使他尽可能晚地回到房间。因此，我被迫以这种方式推断出悲剧的第二阶段。斯坦格森小姐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既然在房间里没有找到凶手，因此很自然地，
我必须让那些外部的痕迹进入我推理的圆圈。但是还需要解释其他的外部迹象。在第二阶段，曾有左轮手枪开火的声音，曾有救命、抓刺客的呼喊声。在这种情况下，我理性的正确一面能告诉我什么呢？首先，关于呼喊声，既然房间里没有凶手，那么房间里发生的必然是一场噩梦。听见一阵家具翻倒的巨响，我想象，这里我不得不进行想象，斯坦格森小姐在对下午那可怕的一幕心有余悸的情况下睡着了，她做梦了，噩梦使她鲜血淋漓的景象更加清晰。她又看见凶手扑向她，便尖叫道：“抓刺客！救命！”然后手忙脚乱地去拿她睡前放在床头柜上的左轮手枪，但她的手撞到床头柜的力道太大，把它撞翻了，左轮手枪掉到地上，走火了，子弹射入了天花板。这颗射入天花板的子弹，从一开始在我看来就必定是意外走火的那颗，它揭示了意外的可能性，并且与我关于噩梦的假设如此吻合，以至于这时我开始不再怀疑罪行发生在之前。而斯坦格森小姐，她拥有非凡的性格和经历，隐瞒了这一切的原因之一——噩梦、枪声。斯坦格森小姐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醒来，她试图站起来，却无力地摔倒在地，撞翻了家具，最终只能断断续续地喊出：“抓刺客！救命！卡后被地打！”然后便昏了过去。然而，人们谈论的是在第二阶段的那个晚上响了2枪。我的论点也需要2枪，因为它已不再是假设了，但必须是每一阶段各1枪，而不是最后一阶段2枪。1枪是为了在之前伤到凶手，另1枪则是在噩梦发生时之后。那么，是否完全确定晚上响了2枪呢？左轮手枪的声音是在家具翻倒的巨响中听到的。在一次审讯中，斯坦格森先生谈到，先是一声沉闷的枪响，随后是一声响亮的枪响。如果那声沉闷的枪响是由大理石床头柜倒地造成的呢？这个解释必须是正确的。当我知道门房贝尔尼耶夫妇他们离亭子那么近，只听到了一声枪响时，我便确信它是正确的。他们就是这样向预审法官陈述的。因此，当我第一次进入黄色房间时，我已经差不多重构了悲剧的2个阶段。然而，额头上伤口的严重性并不在我的推理范围之内。那么 Egan Sheep 那个伤口并非凶手在第一阶段用羊骨头造成的，因为伤势如此严重，斯坦格森小姐不可能掩盖它。事实上，她也没有用那种2侧垂发遮住太阳穴的发型来掩盖它。那么，那个伤口是否必然是在第2阶段，在噩梦发生时造成的呢？这正是我要去黄色房间询问的，而黄色房间回答了我。鲁莱塔·比尔从同一个包裹里拿出一张折成4折的白纸，又从白纸里取出一个看不见的物体。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递给了庭长。这个，庭长先生，是一根头发，一根沾着血迹的金发，是斯坦格森小姐的头发。我发现它粘在翻倒的床头柜的一个大理石角上，那个大理石角也沾着血迹。哦，那只是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发红的小方块，但却极其重要，因为那个沾着血迹的小方块告诉我，斯坦格森小姐在疯狂地从床上起身时，曾猛地撞到了那个大理石角上，并在那里伤了额头，还留下这根头发。这根斯坦格森小姐想必是披散在额前的头发，即使她没有梳那种2侧垂发遮住太阳穴的发型。医生们宣称斯坦格森小姐是被钝器击伤的，而且由于房间里有那根羊骨头，预审法官立刻就指控了那根羊骨头。但是大理石床头柜的角
也是一个钝器。医生们和预审法官都没有想到，如果不是我理性的正确一面指引我，让我预感到它，或许连我自己也不会发现。法庭里又一次险些爆发出掌声，但是由于鲁莱塔比尔立刻接续了他的陈述，寂静便立即恢复了。除了凶手的名字，我几天后才会知道，我还需要知道悲剧第一阶段发生的确切时间。对斯坦格森小姐的讯问，尽管经过了修饰，以欺骗预审法官，以及对斯坦格森先生的讯问，将会向我揭示这一点。斯坦格森小姐准确地叙述了她那天是如何度过时间的。我们确定凶手是在5点到6点之间潜入亭子的。我们假设是6点1刻，教授和他的女儿重新开始工作，因此必须在5点到6点1刻之间寻找。我说什么5点？那时教授正和他的女儿在一起，悲剧只能在远离教授的地方发生，因此我必须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寻找教授和他的女儿分开的那个时刻。好吧，那个时刻我在斯坦格森小姐房间里，在斯坦格森先生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讯问中找到了。那里指出，教授和他的女儿大约在6点钟回到实验室。斯坦格森先生说，就在那时，看邻人走近我们，他耽搁了我片刻。因此，我们有了一段与看邻人的谈话。看邻人与斯坦格森先生谈论砍伐树木或偷猎的事情。斯坦格森小姐已经不在那里了，她已经回到了实验室，因为教授明确地说过，我离开了看邻人，去和我女儿会合，她已经在工作了。那么，悲剧就发生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必定是这样。我清楚地看见斯坦格森小姐走向亭子，进入她的房间，放下帽子，然后与那个一直纠缠她的匪徒迎面相遇。那个匪徒已经在亭子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他想必已算计好一切，让事情在夜间发生。于是他脱掉了雅克爸爸那双碍事的鞋子，在预审法官面前，我已陈述过当时的情形，实施了文件盗窃，正如我刚才告诉您的那样。然后在雅克爸爸回来擦洗门厅和实验室时，溜到了床底下。时间对他来说一定很漫长。雅克爸爸离开后，他又站了起来，再次在实验室里走动，去了门厅，朝花园望去，看见，因为那时傍晚时分，天色尚明，斯坦格森小姐独自一人正朝亭子走来。如果他没有确信斯坦格森小姐是独自一人，他绝不敢在那个时候袭击她，而要让她觉得她是独自一人。斯坦格森先生与那个正拖延着他的看邻人之间的谈话，就必须发生在小径的一个僻静角落，一个有小树林遮挡住那个恶棍视线的地方。于是他的计划就形成了。他独自一人与斯坦格森小姐在亭子里，会比在深夜里雅克爸爸警惕地睡在阁楼上时更为从容，而且他想必关上了门厅的窗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斯坦格森先生和看邻人，他们当时离亭子还相当远，没有听到枪声。然后他回到了黄色房间，斯坦格森小姐到了，一切想必都发生得非常迅速。斯坦格森小姐想必因惊恐而尖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想尖叫。那人掐住了她的脖子，或许想勒死她，扼杀她。但是斯坦格森小姐的手摸索着，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了那把自从她害怕那个男人的威胁以来就一直藏在那里的左轮手枪。凶手已经举起了那件在拉尔桑、鲍尔麦耶这样的人手中会变得极其可怕的武器——一根羊骨头。但是他开枪了，枪响了，击中了手，手松开了武器，羊骨头滚落在地，沾满了凶手伤口流出的鲜血。凶手踉跄了一下，靠在墙上，在墙上留下了他鲜红的指印。他害怕再中一枪，
便逃跑了。他看着他穿过实验室，他听着他在门厅里做什么。他跳窗户，怎么花了那么长时间，终于跳了。他跑到窗边，又把窗户关上了。他父亲看见了什么，或者听见了什么吗？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他所有的心思都转向了他的父亲。凭借超人的精力，他会向他隐瞒一切，如果他还有时间的话。而当斯坦格森先生回来时，会发现黄色房间的门关着，而他的女儿则在实验室里，俯身在他的桌旁，专心致志，已经在工作了。鲁莱塔比尔这时转向达尔扎克先生：“您知道真相？”他喊道，“告诉我们，事情是不是这样发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达尔扎克先生回答。“您真是个英雄。”鲁莱塔比尔说着，双臂交叉在胸前。“但是如果斯坦格森小姐，知道您被指控了，她会解除您的誓言，她会恳求您说出她向您倾诉的一切。我说什么呢？她自己就会来为您辩护。”达尔扎克先生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他只是悲伤地看着鲁莱塔比尔。总之，后者说道，既然斯坦格森小姐不在这里，那就必须由我来。但是请相信我，达尔扎克先生，拯救斯坦格森小姐，并让她恢复理智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方法，仍然是宣判您无罪。一阵掌声迎接了这最后一句话，庭长甚至没有试图压制法庭的热情。罗伯特·达尔扎克得救了，只需看看陪审团成员，就能确信这一点。他们的态度公开，表明了他们的信念。庭长于是惊呼道：“但是，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谜团，竟让斯坦格森小姐，一个险些被谋杀的人，向他父亲隐瞒如此严重的罪行？”“那，先生，”鲁莱塔比尔说，“我不知道，那不关我的事。”庭长又试探罗伯特·达尔扎克：“您仍然拒绝告诉我们，当有人企图谋害斯坦格森小姐的性命时，您是如何度过您的时间的吗？”“我什么也不能告诉您，先生。”庭长用恳求的目光向鲁莱塔比尔寻求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庭长先生，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的缺席与斯坦格森小姐的秘密密切相关。达尔扎克先生也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持沉默。想象一下，拉尔桑，他在那3次企图谋杀的时刻，都已做好一切，准备将嫌疑引向达尔扎克先生，恰好在那3次，都把达尔扎克先生约到了一个会让他名誉扫地的地方，而且约他是为了谈论那个谜团。达尔扎克先生宁愿被判刑，也绝不会承认任何事情，绝不会解释任何触及斯坦格森小姐秘密的事情。拉尔桑也足够聪明，想到了这种组合。”庭长已经有些动摇，但仍然好奇，继续问道：“但这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谜团呢？”“先生，我不能告诉您。”鲁莱塔比尔说着，向庭长行了个礼。“我只相信您现在已经知道的足够多，可以宣判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无罪了，除非拉尔桑回来，但我认为他不会回来了。”他说着，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所有人都跟着他笑了起来。“还有一个问题，”庭长说，始终承认您的论点。我们理解拉尔桑想把嫌疑引向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但他又有什么兴趣也把嫌疑引向雅克爸爸呢？”“警察的利益，先生，表现得敏锐机智，通过摧毁他自己积累的证据来达到目的的利益，这非常巧妙。这是一个他经常用来转移可能落在他身上的怀疑的伎俩。他先证明一个人的清白，然后再指控另一个人。请想一想，庭长先生，拉尔桑必定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策划这个案子了。
我已经告诉过您，他研究过一切，并且了解城堡的各个角落，以及所有关于其居住者的事情。如果您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获取情报的，您会发现，他也曾一度充当治安总署实验室与斯坦格森先生之间的联络人。斯坦格森先生曾被要求进行一些实验，因此在罪案发生之前，他曾2次进入过那座亭子。他当时化了妆，以至于后来雅克爸爸都无法认出他，但拉尔桑却找到了机会，从雅克爸爸那里偷走了一双旧的笨重鞋子和一顶废弃的贝雷帽。斯坦格森先生的老仆人曾把他们绑在一个手帕里，无疑是想把他们带给某个朋友，或许是埃皮奈公路上的某个烧炭工。当罪案被发现时，雅克爸爸认出了那些物品，却小心翼翼地没有公开承认，他们太容易让人产生怀疑了。这也解释了他当时在谈到这个话题时的窘迫。所有这一切都像白天一样清晰明了。我已迫使拉尔桑向我坦白了一切。此外，他也很乐意这样做，因为如果说他是个匪徒，我敢希望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已不再有疑问了。那么他也是个艺术家，这是他的行事风格，他乐在其中。他在环球信贷银行案和造币厂金条案中也是这样做的。庭长先生，这些案子都得重新审查，因为自从拉尔桑·鲍尔麦耶加入治安总署以来，有好几个无辜的人被关进了监狱。